这个视频介绍一下，用骆驼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模块，还有电流差分模块，然后测一个UI 特性曲线的案例。UI 特性曲线你可以测二极管啊，二极管的，三极管当然也会有这种类似的曲线，UI 特性曲线，场相应管之类的啊。然后当然还可以测稳压管啊，一个道理。一般的偏结啊什么的这种都可以测。UI 啊，大写 UI。特性曲线，基本上像二极管的话，它应该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，对吧？基本上我们在课本上学的是这样子的，这边会有个斜率，然后这边大概是个，比如说不同的二极管，硅管的0.7，折管的0.3，有整流用的，有开关用的，各种二极管，它的曲线，这个曲线可能不太一样，这边是电压 U， 这边是电流 I，这是正向导通。正向导通，当你的偏音节两端的电压加到比如说0点几伏的时候，它电压就不会继续升了，只是电流在增大啊。反向的这个特性是类似的，这个一般是负30伏或负多少伏，就是反向击穿啊，到负多少伏以后，它的电压也不会再继续升了，它电流会显著的增大，通过加大电流来平衡它的这个电压哈。那我们今天就可以用骆驼示波器的这个功能 UI 曲线的功能，然后来测一下这个，这些都可以测，你们都可以做实验。我们这边就拿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二极管，拿一个二极管来测一下它的特性曲线。当然我们的这个信号发生器模块是正负4伏的，所以我们就测个半边，测这边。因为我到不了负几十伏哈，所以它的这个反向击穿没有，我就演示一下这边的，这个曲线。所以大概的方案就是这样的。我们需要一个激励源，对吧？信号发生器一个信号发生器，信号源，一个信号源来产生一个电压作为激励源，然后我们同时来测什么？这是输入哈，输入输出。输入的话，我们测什么？一个是电压，对吧？一个是电流。好，我们这边这是一个二极管这是个整流用的二极管。我们正常测，你能记得我们做实验的时候，大学做实验的时候，它这样测就是测一个点，我给一个电压，我记一下它的电流；我给一个电压，我记一下电流；我给一个电压，记一下电流，然后可以自己这样画出来，对吧？打格子画出来用骆驼示波器的这个功能就不用，就瞬间可能几秒钟就出来了。这是怎么做到的哈？所以我们用一个信号源，它产生一个这种电压比如说三角波。产生一个三角波，当然锯齿波也可以三角波我们是从负的，这是0位置负的产生一个，这个肯定要超过0点几伏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产生的最高峰是2伏这个产生到哪儿去？就画到2伏，你就只能画到这儿这个位置。为什么是这样子做？一个屏幕里头产生这样一个波形，这样的话就是循环往复，就是我是线性的，哪怕不线性也行就是我从负电压持续给你加到了2伏，又降到了负的，又加到了正的，这期间肯定是相当于扫描你看到吗？可以把这个你的实验过程中二极管两端加的电压从0到看这个过程比如说这负2伏，负2到2，那么你从这儿负2。持续加到2，然后又从2又画回来，然后又画过去，扫描，持续扫描了几次那我这时候我测两端的电压，把这个电压记下来，一个信号源，对吧？然后这是正，这边是 D 当负，我加在一个二极管的两端，但是正向导通这样子，对吧？正向导通，那这二极管两端加了一个，比如说这负2到正2的一个电压这时候我用一个探头，电压探头就是这个电压探头接到示波器上，作为它的横坐标轴，对吧 ？U 这是 X 轴，然后这里面我串一个电流，在这个二极管的这边我给它断路串入一个电流模块，就是它 I01 串进去以后，我这边就会测一个电流量，我作为它的 Y 轴，X 轴 Y 轴就是这个 Y 轴。我把这两个量同时用 XY 绘图模式，就是里萨如图形那就是这样，那是 X 轴是电压，比如说 X 轴是电压 ，Y 轴是电流，就是做成 XY 的绘图，它就应该能画出来它一次就画出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我这是反复运动，但是我如果是只弄这儿，它就能画一点点你只给它一个电压
固定电压值它只能画出一个点来。这样我是不断的变化的，不断给它电压，它就这个点也有，这个点也有，这个点也有，每个点都在，就连成了一条特性曲线。好，大家明白意思了哈。一个信号源加在二极管的两端啊，给它两端加一个电压，这个电压肯定是要超过正0点几伏的，因为我要看它的导通，对吧？导通截止。负的我们因为达不到负几十伏，所以负的我们只能看到负几伏啊，到这边就行了。然后这个二极管上流了多少电流，我是需要跟二极管串联一个 I01 电流模块，对吧？串一个电流模块，然后我把这个电流模块的电流作为纵坐标啊，然后在洛特示波器上用打开 XY 绘图，就离散入图形，就画出了 UI 曲线的功能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原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接线。接线这是一个示波器，我拿的是 A02 啊 ，A02 带信号发生器的这种外壳版本。然后这是信号发生器模块，它带了一根线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插在这边啊。那这边就是示波器加信号发生器。信号发生器刚才说了，我要把它的信号加在二极管的两端，当然是正向连接啊，因为它是测正向导通的。这边看这边加它，这边有个色环的是负极，好，这样一加，这样其实就是加在二极管的两端了。然后这边是 I01 电流模块，可以测毫安级的啊。这个四档量程，正负25毫安，正负40毫安。我现在选40毫安吧，啊，正负40毫安的量程。一直可以最大正负125毫安啊，这个精度比较高。然后插在扩展口上，这样示波器的 B 通道就相当于是走电流了啊，它也得接一个带接线啊。好，那这是信号源模块，示波器模块，消防器，这是示波器的探头。这个探头的话就并联在两端就好了，因为我要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，对吧？乘一档，然后并在两端就可以合并。这个是要串进去的，刚才说，那我串联在里面，这是二极管，信号电压从这儿进来，好，流经它，然后串过来，串一个电流，这两端之间相当于是一个0.8欧的一个内阻，一个0.8欧的一个内阻，流过它的电流可以测出来，然后这边串了以后接到地上，啊就可以了，这样的线就接好了。那这边还要并上去，要并在它的两端，那这个信号这样子。并在二极管的两端就可以了。好，可能看着稍微乱一点哈，我们来盘点一下，示波器接信号发生器模块。那示波器有两个输入通道，一个 B 通道是作为一个电流毫安级电流的模块输入 ，A 通道是电压输入。A 通道的电压是并联在二极管的两端的，啊，电流是串联在这个二极管回路里头的，跟二极管串联以后接在信号源的信号两端，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可以。那电流是伏地的，就是隔离的，对吧？跟这边是电隔离的，所以它这边的夹子可以任意夹一个位置。我想一下，它俩的 D 是连的，它的 D 信号输出的 D 和示波器的 D 是连在一起的，啊，所以我这边应该夹在这儿更标准一点，不然电流不流过它。对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就接好了。然后这边示波器接到电脑上，这样就完了。然后我们来操作一下，接上去以后，示波器已经运行了。然后我要在这边把信号发生器设置一下。刚才说了设置三角波，对吧？好，我已经发出三角波了，但是它已经变形了。我现在把我看三角波，这是我发出的三角波。但是在现在的蓝色的是电压，蓝色电压是二极管两端的电压，黄色的是电流，已经产生了电流。但是我现在我想想啊，我要把去掉，我要先调试好三角波，我现在直接接上了。我想一下，我先把我把它去掉，好，我把信号源的输出去掉，把探头拿掉，我直接自发自收。这样就能看到我发出的三角波了。我看它不合适，因为我要发到-2伏到-3伏之间。调一下偏置。好，大家可能看不到啊。看这边是偏置，这边是放大倍数。弄反了，我把放大倍数调大。
拧到最大，把偏置调小，让它有负电压有正电压，对吧？好，这样子就好了。这样的话就是我本来说是负2到负3啊，这个负1.5到3.5，正3.5都可以。那这一个负电压到一个正电压，然后三角波频率现在是1K，对吧？频率是多少？我只要让我的这一屏幕里显示多个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因为显示的周期越多，它的那个点数越多。我一会儿可以演示看。好，这样的三角波已经输出来了，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测它们了。好，这边输出。好，那你看到的现在的这个波形是本来是一个这样的三角波，然后因为我加到了二极管的两端，所以我测二极管的两端的电压是蓝色的波形。为什么顶上三角波底下是完整的，顶上缺了一截？是因为超过它的导通电压，被它导通了，对吧？电压被拉下来了，看到了没？然后黄色的是电流，二极管上电流，二极管在这时候，在这个时间段是截止的啊。然后负的反向的漏电流，然后它导通了以后，电流继续上升。那然后这个你是看不出来什么的，对吧？就说不直观啊。我看一下这个，你看在，所以我们在这儿数学通道。把 XY 绘图打开，你会看到已经画出来了，对吧？这样的一个，然后看一下 XY 绘图，调一下，好，基本上它的波形就出来了。然后打一下，换一个档位，这样，好，这样就比较清楚了。我看一下它为什么不归零。不归零的话，我想电流，电流用的是 AC 档，所以它不归零，我打的 DC 档啊。刚才因为电流，你用的电流的话，我们用 AC 档的话，它就是交流量啊，这边是交流量，所以我们现在看直流量和那个交流量都要看这个波形就对了啊，因为刚才打的 AC 啊 DC， 那你会看到这个波形就是我们要看的，我看吧。好，这个你会看到二极管的这个我们之前说的二极管的这个负 UI 特性曲线啊，高，然后低，然后这边电流探头我这边要选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是自定义探头是 I01， 我这边选 I01的40毫安档 ，I01-40， 好，这边就都是电流了，这个就是电压了。好，你会看到我们把光标标出来，这边看这是 0.5， 这是1，大概 0.6、0.7、0.7在这儿， 0.8在这儿啊，所以你看到 0.5、0.6、0.7， 大概从这个位置就是 0.7 伏，0.7 伏以后它是斜上去的，然后这边电流这是9毫安了啊，10毫安，一直到这儿36毫安啊。负的因为刚才我们说了，我们没有那么负那么多，这才负 1.5 伏啊，这是正的多少伏啊？没用，这高了没用，它已经太高了，达到2成了。我们把这个 I01再扩大一点啊，看，我们把它的2成扩大，它就上去了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的波形。就是调整电压档位，它的电压比例，相当于你的电压比例变大变小。这样是超2成了，这样已经报警了啊，这就已经过2成了，它是一条直线了啊，这样刚好没超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是纵向的2成，好，你可以把它移一下，好，你看到顶上还有一截，它顶上还有一截。这个也可以，这个粉色的曲线，这看得比较清楚了。这是 0.6， 这个是 0.8， 对吧？它就在 0.6 和 0.8 之间 ，0.8 在这儿，啊 ，0.7 在这儿，正向导通。二极管的 UI 曲线，但你不同的二极管应该测出来的曲线是不同的。那这个其实就是接好以后，1秒钟就出结果了，啊，这些曲线就画出来了。好，这个你会看到，二极管的这个，我们之前说的二极管的这个伏安 UI 特性曲线，啊，高，
然后低，然后这边电流探头我这边要选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是自定义探头是 I01，我这边选 I01的40毫安档，I01-40，好，这边就都是电流了，那这个就是电压了。好，你会看到，我们把光标标出来。哦，这边看，这是0.5，这是1，大概0.6、0.7、0.7在这儿，0.8在这儿。好，所以你看到0.5、0.6、0.7，大概从这个位置就是0.7伏，0.7伏以后它是斜上去的。然后这边电流这是9毫安了，10毫安，一直到这儿36毫安。负的，因为刚才我们说了，我们没有负那么多，这才负1.5伏，这是正的多少伏，没用，这高了没用，它已经太高了，达到2成了。我们把这个 I01再扩大一点，看，我们把它的2成扩大，它就上去了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的波形。就是调整电压档位，它的电压比例，相当于你的电压比例变大变小。看，这样是超2成了，这样已经报警了这就已经过2成了，它是一条直线了这样刚好没超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是纵向的2成，好，你可以把它移一下，你可以看到顶上还有一节，顶上还有一节。这个也可以，这个粉色的曲线，这看得比较清楚了。这是0.6，这个是0.8，对吧？它就在0.6和0.8之间，0.8在这儿，0.7在这儿，正向导通。二极管的 UI 曲线，但你不同的二极管应该测出来的曲线是不同的。那这个其实就是接好以后，1秒钟就出结果了，这些曲线就画出来了。这曲线就画出来了。